你今天还愿意为走路3分钟到 MRT 多掏几十万？新加坡的规划却在做另一件事，把这种优势变成标配。等到2040年，地铁总长度要冲到大约400公里，政府的目标也很直接，80%家庭步行10分钟内到站。问题来了，如果大多数人都能轻松到地铁站，那你手上这套所谓的地铁房，到底还剩多少稀缺性？这不是单纯的交通升级，它会改写房价逻辑，改写通勤方式，也会改写很多人对阶层上升的想象。过去你买的是区位红利，未来你可能只是在为一项即将普及的公共配置付高价。今天我们就拆这件事，400公里地铁网为什么不只是方便，而是一场会影响资产、生活成本和城市权力分配的长期重组。先把框架讲清楚，新加坡这轮扩轨不是零散补给站这么简单，而是长期国家战略。陆路交通总蓝图提出的方向很明确，到2040年，铁路网络扩大到大约400公里，80%家庭步行10分钟可达车站，同时争取让大多数高峰时段公共交通出行控制在45分钟内，日常生活尽量压缩在20分钟市镇里解决。你把这几句话连起来看，就能读出真正的意思。政府要的不只是更快，而是更少人需要车。过去几年 ，COE 价格多次冲上非常高的位置，很多普通双薪家庭就算得出月供，也很难接受一张用车证本身就这么贵。很多人把这看成市场结果，但从政策设计看，它更像筛选机制。车不是默认消费品，而是被刻意压缩的稀缺资源。那被压缩出来的出行需求，必须有地方承接。这个承接者就是越来越密的轨道网络。你看，已经通车的汤申东海岸线，它不是只服务市中心，而是在重新组织北部、东部和核心区之间的联系。再看还在推进的玉廊区域线，它服务的是西部就业和生活圈。跨岛线更关键，它不是传统那种把人一股脑送进 CBD 的放射式逻辑，而是横向把多个区域节点串起来。这里面的信号非常清楚，新加坡不想把所有价值都挤在一个中心，而是要把就业、教育、商业和居住分散到更多区域中心。这样做有3个结果：第一，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第二，缓解核心区拥堵；第三，让更多人接受不开车也能高效生活这套规则。所以你会发现 Car Light 从来不只是环保口号，它是土地稀缺条件下的治理方案。政府知道道路不可能无限扩，停车位也不可能无限给，最现实的路就是把公共交通做到足够强，然后让高用车成本变得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更容易被接受。换句话说，很多人买不起车，不一定是政策失灵，反而可能正是政策预期中的结果。接下来真正值得问的不是地铁会不会更方便，而是当地铁方便到几乎人人都有时，哪些旧红利会消失，哪些新红利会冒出来。现在进入最现实的一层，房子。过去很多人买房，尤其是自住兼投资思路很重的人，判断标准很简单，靠近 MRT， 尤其靠近成熟主线，抗跌，出租稳，转手也容易。这套逻辑过去没什么问题，因为当时真正便利的站点是稀缺的，稀缺才有溢价。可一旦地铁网络继续加密，这个公式就要改了。不是说靠近地铁会突然不值钱，而是说只是靠近地铁这件事，含金量会下降。以前一个板块最大的卖点是10分钟走到地铁，未来周边很多板块都能做到，买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为这个标签单独付很高溢价。真正会拉开差距的，变成另外2件事：第一，是不是换乘站；第二，这个片区有没有独立的直住和商业能力。你看政府这些年的城市规划方向很一致，就是去中心化。玉廊湖区被定位为西部的重要商业核心，不是凭空喊口号，它背后需要轨道、办公、住宅、零售和公共空间一起成型。跨岛线、玉廊区域线这类项目作用就在这里，他们不是单纯运人，而是在重新定义哪些地方值得长期停留，哪些地方只是睡城。再看登嘉这样的新镇，规划一开始就不是传统模式，
他强调无车生活，内部公共交通和步行友好，本质上就是把轨道交通当成生活骨架来设计。也就是说，未来房价支撑不再只是离站口近，而是这个站点能不能把工作、消费、教育和生活组织起来。所以接下来你看房，不能再用老方法。单线站旁边的老旧项目，如果没有更新题材，没有区域升级，也不是关键换乘节点，那它享受的可能只是上一轮红利的尾巴。相反，一些现在看起来还没完全成熟，但已经被纳入新线路和区域中心布局的地方，反而更值得研究。当然，这里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不是所有新站旁边都会涨，也不是所有传统成熟区都会被抛弃。真正决定价值的是交通网络在整个城市结构里的位置。一个站如果只是方便进城，它的故事会越来越普通；一个站如果能连接多条线，服务多个就业区，周边还有持续人口和产业导入，它的定价权就完全不同。说白了，未来的新加坡房产不是地铁房和非地铁房的区别，而是普通可达和关键节点的区别。如果你还在用10年前那套离 MRT 越近越安全的思路去追价，很可能会在下一轮资产重估里发现，自己买到的是便利，不一定是溢价。如果说房子反映的是资产逻辑，那出行方式反映的就是阶层逻辑。新加坡很特别的一点在于，它不是把车留给更方便的人，而是越来越清楚地把车留给更有支付能力的人。扣、ARP、停车费、路税，这些东西叠在一起，效果不是提醒你理性用车，而是不断抬高门槛，直到大多数人主动放弃。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为了治堵吗？对，但不止。它同时也在定义谁可以拥有更高的时间自主权。你有没有发现，私家车真正贵的不只是买车那一下，而是它代表你可以绕开公共系统的时间表，你可以接送孩子，临时改路线，周末一车跑几站，搬重物不用考虑换乘。对很多中产来说，这种灵活性本来是奋斗之后想获得的一种生活升级，但现在这条路径越来越窄。政府给出的替代方案也很明确，你不需要车，因为我给你更密的地铁、更密的巴士、更完整的步行连接。听上去很合理，而且从效率上确实成立。问题在于，这种高效率公共系统解决的是平均意义上的可达性，不是个人层面的完全自由。它保证你能到，不保证你想怎么到就怎么到。于是，社会会慢慢分成两种人。第一种是高度适应公共交通的人，他们的时间表、住房选择、育儿安排、购物习惯都会围着轨道和巴士重组。第二种是仍然能承担私家车成本的人，他们获得的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更强的时间控制权和空间选择权。这种差异不一定天天挂在嘴上，但会稳定存在。你看，一座城市的阶层结构不一定要看收入排行榜，有时候看早高峰就够了。谁在挤地铁，谁在开车，谁能把通勤的不确定性压到最低，背后就是资源分配。新加坡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会把这种差异说得很激烈，他会先把公共交通做到足够好，让大多数人觉得接受也没问题。可一旦这张网织得越来越密，它也等于在告诉你，多数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已经被设计好了。你可以高效上班、高效回家、高效消费、高效带孩子补习，但前提是你接受自己在这套系统里移动。于是，400公里地铁网不只是改善生活，它也在完成一件更深的事，把不开车的多数固定成城市运行的常态，把开车的少数保留为高成本特权。这个分层不一定粗暴，但非常稳定。再往下看，就会碰到最少人愿意谈的一层，钱。地铁当然好，但地铁从来不是免费的。很多人看到的是开通那天很方便，看不到的是这套系统在建设、融资、维护、更新上的长期账单有多重。拿跨岛线来说，第一阶段公开过的预算就是非常大的数字，而且这还只是其中一段。你把未来几十年的线路建设、信号系统升级、车辆采购、隧道维护、车站翻新、
人工和能源成本全部算进去。这不是一次性项目，这是持续几十年的财政承诺。更关键的是，2040年前后的新加坡，不只是在扩基建，也在面对老龄化、劳动人口增速放缓、医疗和养老开支上升、乐龄乘客优惠持续存在。这几件事放在一起，公共交通系统未来承受的财务压力会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建得起是一回事，长期养得起是另一回事。那这笔钱从哪来？第一层当然是政府财政，第二层是票价，第三层就是更分散，也更容易被忽略的全民成本。你今天看到 GST 上调到 9%， 它当然不是为了某一条地铁线单独而设，但国家要维持高质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更新和社会支出，税基扩大是绕不开的。公共交通本身也有票价调整机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就会重新面对同一个问题：成本上升，票价能不能不涨？现实是，长期完全不涨几乎不可能，因为系统越大，维护越贵，设备老化、零件更换、网络更新、能源价格波动，这些都不是靠一句公共服务就能抵消。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点，新加坡的模式本质上是让少数高成本用车者承担一部分道路与交通体系的价格信号，再用整个财政系统去维持多数人的公共出行。但这并不等于普通人不用付钱，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付。你在消费税里付，在票价里付，在更高的日常服务成本里付，在未来更谨慎的财政分配里付。所以别把世界一流基建只理解成福利，它同时也是一整套高成本治理结构。它的优点很明显，效率高，秩序强，可预期。它的代价也很明显，全民必须长期接受不低的生活成本。很多人会说，新加坡地铁这么多人坐，规模上来以后不是更划算吗？部分成立，但别忘了，轨道系统不是普通商品，它不能只追求利润，还要承担冗余、安全、可靠性和覆盖公平。你不能因为某段线路暂时不赚钱就不修，也不能因为维修贵就少做。只要国家选择继续把城市运行压在公共交通上，它就得持续投钱。最后你会发现，每1公里新铁轨最后都不会停留在规划图上，它会变成你收据上的税，变成你每月的交通支出，变成你对生活成本越来越敏感的日常。所以这件事真正值得看的，不是地铁又多了几站，而是国家正在用轨道把未来20年的生活方式先画出来。你住哪里？值不值得？你要不要买车？买不买得起？你的通勤半径、家庭开支，甚至职业选择，都会被这张网慢慢重写。新加坡的基建从来不只是工程，它是政策、财政和阶层结构一起落地的结果。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交通新闻，很容易错过最关键的信号。如果你家附近正好有新线规划，或者你正在看房，我很想知道，你还会不会为了靠近 MRT 继续追高价？你觉得未来最值钱的是普通地铁房，还是换乘站和区域中心？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想继续看懂新加坡政策和基建背后的真实逻辑，订阅这个频道。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